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点深奥的话题，那就是活明白的人，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说他们是到人间来看笑话的，还会有贵气，喜欢独处呢？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玄乎？你想过没？当我们达到一定境界，用一种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以前我们可能觉得世界充满了喧嚣和繁华，各种热闹让人眼花缭乱。但当你看透了本质，会发现那些所谓的热闹背后，其实是众生皆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就像那句话说的，世间万般苦，各有各的苦。而我们看到的芸芸众生，很多时候都是可怜人。可怜人往往也有可恨之处，他们之所以受苦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执迷不悟，被欲望牵着鼻子走，被自己的思维困住。当你用这种上帝视角去看，你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之心，你会感叹他们的不幸，也会气愤他们不争气，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苦。所以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，就很难再爱上一个人了。因为你看到的每个人，无论表面多么光鲜亮丽，聊过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内心早已是千疮百孔。这个时候你不会再有红尘之心，而只会生出慈悲心。就像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意思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，如果你能透过这些表象看清真相，那你的心中就有了佛性。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见过世面呢？很多人会把见过世面理解成去高级餐厅吃饭，去世界各地旅行，或者跟名人合影。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，真正的见过世面，是你悟透了社会的真相和人性的规律。当这些真相和规律在你面前慢慢展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非常淡定，甚至有些坦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这说明你已经具备了一种穿透表象的能力。真相不是用眼睛看出来的，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知。眼睛看到的只是常识，是表象，而你真正领悟到的，那才是认知，是能让你保持清醒的洞察力。去哪里寻找智慧呢？通常有两种途径。第一种是读经典的书。那些流传了几百年、上千年的书籍，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是因为它们蕴含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慧。它们就像是智慧的宝藏，等待我们去发掘。第二种是向高人学习。古人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，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。有时候高人的一句指点，就能让我们茅塞顿开，省去很多摸索的时间。而爱又在哪里呢？同样也有两种方式。第一种是大爱。一个人有没有被爱包裹的感受，这很重要。它取决于一个社会有没有真正的人文关怀。当社会充满了爱与关怀，我们自然能感受到那份大爱。第二种是小爱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，能与真正懂自己、理解自己、支持自己的人相知相爱，两个人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。智慧、爱和能量，这三样东西在这个世界上维度极高。我们越是接近他们，就越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无限力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人感觉内心很迷茫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？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的断层之中。人们前所未有的热衷于虚拟世界，却又对身边的人异常冷漠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即便坐在一起吃饭聚会，也常常是各玩各的手机。科技让我们看似离得很近，却又让我们的心离得很远。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？值得我们深思。更让人焦虑的是，一个社会的商业越繁荣，人们的焦虑感就越强烈。商业的本质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制造和贩卖焦虑。比如教育机构制造升学焦虑，
整形医院制造容貌焦虑，房产中介制造买房焦虑，保健商家制造健康焦虑，培训机构制造知识焦虑。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各种焦虑情绪，我们该怎么才能独善其身呢？太多人把欲望当成了爱。一个人内在越是匮乏，物质欲、情欲、满足欲就越旺盛。他们渴望遇到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，对自己好，宠着自己，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。结果呢？刚开始拼命付出，一旦得到之后，就开始疯狂索取。当两个人互相掏空彼此之后，就开始陷入空虚，互相内耗，互相看不顺眼。这根本不是爱情，这是打着爱的幌子互相伤害，是世间的沉沦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世间所谓的爱情，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变成悲剧。人的一生其实有4道重要的关卡，第一关是廉耻关，做人要懂得礼义廉耻，这是我们的行为底线。第二关是情欲关，不再被情欲掌控，能让情欲自然抒发。女性要过情关，男性要过欲关，才能找到真我。第三关是名利关，能够不再被名利所累，不再活在世俗的评价里。第4关是生死关，不再惧怕生死，因为心中有了超越生死的使命。儒家帮助我们破除廉耻关和情欲关，道家帮助我们破除名利关，佛家帮助我们破除生死关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意思是说，凡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理，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，都是可以被攻破的，总有它不成立的时候。佛家也说，智慧不可传。知识和经验可以传授，但智慧不行，它只能靠我们自己去领悟。我们学到的只是知识，真正悟到的才是智慧。知道这个词说起来容易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说，但真正做到知道太难了。因为老子说的道是规律，是原理，是本质，是真相。只有当我们通晓到这个层面，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知道。道德经又说，反者道之动。真正看透规律的人，往往是逆人性而动，逆大多数人而动，逆大环境而动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，大部分人都在随波逐流，最终只能跟着周期的起伏而浮沉。这种逆行虽然能穿越周期，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。所以，逆行者永远都在孤单的前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待人友善，却总是独来独往，甚至跟自己的亲人缘分也很浅？但这种人往往福报更大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。修行的段位越高，你与外界就越是两不相欠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若是前世不相欠，今生怎么会相见？我们与外界的关系越复杂，说明我们的业力越重。而那些六亲缘浅的人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修行已经接近圆满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世。功德圆满，就不需要再在人间轮回了。所以以后不要再说谁谁不合群，或者谁谁古怪了。一个人如果能将一件事或一个人的两种属性分开，这符合东方的哲学智慧。因为事物总有阴阳两面，就像太极图，我们需要找出这两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关系，才能真正拿捏住这个事物。普通人之所以不能同时接受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，是因为他们的格局和认知不够。一旦遇到与自己单一思维相悖的东西，他们就会立刻反抗，证明别人是错的，自己才是最合理的。而真正开悟的人，能够把出世的智慧和入世的手段同时存在于心中。针对不同的属性，他们能拿出不同的态度来应对，而不执着于一个观念。这样的人就像开了挂一样，能够同时接受和处理完全矛盾的观念。于是他们在工作、生活、感情中都能游刃有余，洒脱不羁。因为一个人只要思维封闭了，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，很多问题就产生了。
而一个人只要思维开放了，就能很容易地化解各种问题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思维封闭的人大部分精力都在内耗，他们被局限在一个角落里，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。而思维开放的人早就跟自己和解了，没有什么执念，可以把精力移至对外。保持思维开放是成功者必做的功课。很多成功的政治家，即便已经功成名就，仍然会拜访高人，结交能人，寻找老师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让自己的思维保持开放，随时接收各种信息，容纳别人的缺点，吸纳别人的建议，不断地审视自己，革新自己，迭代自己。这确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高手能够做到心随境转，而凡人往往是境随心转。心转境就是说，环境可以跟着你的心意而变化。无论外界环境如何，只要你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，就能坦然处之。这里的关键在于调心。而境转心则是指你的内心需要一定的环境才能达到某种状态，人心时刻受环境的影响，所以需要不断地改变环境。这里的关键在于条件。高手还能做到心生万法。他们并非不相信风水，不相信命运，而是他们明白，修心才是一个人立身之本。很多人把看风水和算命当成改变命运的捷径，以为不用成长，不用修心，不用创造，不用改变自己，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永远记住周易里最核心的几个字：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人生有2场重要的哭泣，第一场是生命的诞生，第二场是生命的升华。生命的升华就是觉醒。人一旦觉醒，往往会大哭一场。那种感受，仿佛自己一拳击倒自己，撕开坚硬的外壳和厚厚的执念，然后审视自己的灵魂。原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。哭过之后，你就像大梦初醒，整个灵魂都被洗涤了一番，变得接纳、淡定、柔和。从今以后，你会接纳更多的人和事，理解别人的不容易。有时候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，跟自己和解就是跟世界和解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人生是从这一刻开始的。人生既可以随时改变，看上去又好像都是注定好的。这看似矛盾，却符合世界的辩证关系，也符合量子世界的法则，既生又灭，既是又非。我们虽然不能靠窥探命运来改变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靠当下的选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岔路口，都通向了另一个结局。选择什么呢？对外是选择做事方式，对内是选择自己的态度。这不就是《了凡四训》里教我们改变命运的2种方式吗？第一是积德，第二是改过。这2件事都在改变我们的信念。所谓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心念一转，天地可以互换，乾坤可以倒转。为什么有的人总能让我们去欣赏？其实你欣赏的人的特质在你身上都有，只不过借助他们显现出来了。这就叫做相似相应原理。别人就像一面镜子，投射出了你内心的美好。与其说我们是在欣赏别人，不如说我们是在不断地去发现自己的美好。你眼中的我不是我，我眼中的我也不是我，我眼中的你才是我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就是发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跟自己毫无关系，你只是他们的一面镜子，投射出了他们的内心。同样的逻辑，我们对别人的评价也往往揭开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可能我们还意识不到，但在高人眼里，我们已经暴露得一览无余。这个世界上很多所谓美好的东西，就像一个美丽的泡沫。
当你触摸到它的一刹那，它就立刻破碎在你面前。如果两个人带着浪漫主义进入婚姻，那么这段婚姻一定是个悲剧，因为你们双方都还没有看懂婚姻的真谛。婚姻是一场修行，不是一场享受。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修行，我们必须有一种直面自己、自我蜕变、自我成长的勇气。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内心和谐，内在圆满。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这场自我修行，然后才能享受到世界的美好。否则，无论你换多少个伴侣、地方、工作，都会是一样的纠结。鸡汤喝起来毫不费劲，每个人都可以大口喝。但提升认知需要深度思考，也需要直面残酷的现实，包括自己的无知。鸡汤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些粗制滥造的短视频，他们搜集各种新鲜概念，配上激动人心的音乐和绚丽的画面，不断刺激你，让你热血沸腾。其实你只不过是被他们撩动了情绪而已。纵观人类历史，像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康德、尼采、马克思等大哲学家，他们的思想就像一座灯塔，照亮了人类前行的路。而很多成功学大师、培训大师早就跑路的跑路，坍塌的坍塌，只留下一地鸡毛。学到的只是知识，领悟到的才是智慧。真正的知道，不是听说了就叫知道了，而是进入自己内心深处的知。而绝大部分时候，我们说的知道了，最多只是知晓了。别人告诉我们的一切知识与技巧，并不真正属于我们。只有当我们经过特定练习，成为一种本能的时候，才真正属于我们。知行合一可以理解为，知道和行为是统一起来的，知道即可做到。只要你能真正的知道，就一定可以做到。你之所以做不到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。你所谓的知道，也只是自认为知道而已。一旦达到这种知行合一的境界，我们就离自己的真我很近了。这是一个人的成长之路，也可以说是修行之路。未来，一个人要想活得很好，必须发掘出自身的两样东西。第一个是使命，你与生俱来的任务和责任，是你在世上生存的原动力。一个找不到使命的人，就像一叶浮萍，漫无目的的漂浮。第二个是天赋，你与生俱来的能力和特长，是你超越他人的根本支撑。一个找不到天赋的人，只会走向平庸，即便有好运，也不会太长久。使命和天赋是我们连接高维世界的两大通道，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与生俱来的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与真我连接。如何精进才能遇到真我呢？首先，一个人在最初阶段，应该先把基本的礼义廉耻和行为习惯梳理好，这是一个人立身之本。在这个阶段，最需要的是具体的方法。这个阶段的人往往听不懂深刻的道理，他们需要做一些很务实的事情，需要脚踏实地的前行，需要被指导和教化。这就是儒家的定位和任务。因此，在这个阶段需要学习儒家思想，以《论语》为核心。《论语》这本书没有讲深奥的道理，全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而且都是很具体的方法。比如温故而知新，意思是不断复习；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意思是时刻谦虚好学；比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等等。这种自强也带有一种争气的味道，所谓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以吵架为例，西方人处理吵架问题时，总是会把谁对谁错分得很清楚。这样结果虽然明朗了，但兄弟两人的心可能也散了。即便分出了对错，但感情出现了嫌隙，兄弟俩走向对立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在东方文化中，长辈处理兄弟吵架，老师处理同学打架，领导批评员工争执，往往会说你们两个都有错，然后让他们互相反省，互相道歉，互相承认错误，彼此各让一步，
大家就握手言和了。即便你占理，你也不能得理不饶人，也要说自己错了。这就是东方处世哲学的微妙之处，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。你的潜意识决定了你的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决定了你的行动，你的行动决定了你的结果。其实所有的结果在起心动念那一刻就运算好了，只是我们看不见，只能等待它的发生。所以绝大部分人是因为肉眼看见才相信，极少数人是因为相信就能看见。这里的相信就是信念，在我们做出行为的那一刻，结果就已经确定了。后面发生的一系列过程只是给结果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人们把自己能看透的现象称为规律，把自己看不透的现象称为命运。那么会不会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刻命运就注定了呢？会不会我们起心动念的那一刻结果就注定了呢？会不会我们觉察的那一刻改变就已经发生了呢？会不会我们知道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做到了顶级战略？下面是历史上出现的顶级战略，它们简单明了，却效果非凡。帮助大禹成功治水的顶级战略，古不如书；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顶级战略，远交近攻；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顶级战略，与天下同利；帮助汉武帝对付匈奴的顶级战略，和亲；帮助曹操安邦定国的顶级战略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；帮助朱元璋成功的顶级战略，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；帮助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顶级战略，结硬寨，打呆仗。由此可见，真正的顶级战略既简约、清晰，符合天道，又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。未来什么才是财富呢？一切稀缺的生产资料，也就是资产，才是财富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拥有矿产、石油、土地等稀缺生产资料的概率极低，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房子。所谓财富，就是你拥有了稀缺的生产资料，并以此为筹码与社会做交易，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。比如你持有几套房子，稳定收取房租，或者持有优质公司的股权，每年收取分红。把这个逻辑想通了，你还会想着把资产变成货币吗？每个人这辈子赚的钱都有一个临界点，一个人的低劣本性被金钱暴露的那个财富值，就是你财富的极限。因为钱的反噬力非常大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、贡献和智慧，很难扛得住这种反噬力。就像开枪时有一股很强的后坐力一样，如果那个人站得不够稳，就会被推倒在地。看看我们周围吧，很多人赚到一定数量的钱时就飘了，开始作威作福，奢侈无度，无视规则和伦理，破坏公序良俗。钱就是水，人就是舟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我们与外界的所有冲突，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有冲突，是本我跟真我的冲突。我们越是抗拒那种反感的体验，它就会持续和加剧。当我们反观自己的内心，去觉察自己的问题时，反而就会跟自己和解了，也因此就会拥抱与外界的冲突了，这时冲突就消失了。如果我们一生都在与外界的冲突对抗，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环境的问题、他人的问题、事情的问题，这才是最大的悲哀。请记住，每一次与外界的冲突和抗拒，都是一次生命的提示，也是一次灵魂升级的机会。要把握它，直面它，拥抱它，相容它，不要错过成长的机会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不同圈层的人都在聊些什么。生意人的圈层谈论的是产品、渠道、资源，下一个风口，赚的是利润和差价，每天不停地在市场上奔波，大家一起抱团取暖。创业者的圈层谈的是行业模式、价值，思考的是迭代和升级，赚的是估值，往往互相交流和鼓励，保持学习和精进。投资者的圈层谈的是眼光、政策趋势、全球化，思考的是人性和社会本质，研究的是资本运作，赚的是市值，时刻保持在认知的最顶端。
思想者的圈层谈论的是认知、思想；哲学思考的是人类文明走向，赚的是历史名声，擅长的是布局和传导。世界上99%的人都活在假象里，都是迷途的羔羊，并且乐此不疲。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相，而是追求能让自己沉溺的各种幻想。因为真相往往太残酷，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敢面对的。也因此，越是能让大众产生美好幻想的传奇，越容易让大众疯狂和着迷。如何才能在这个世界取得成功？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人们只是渴望被理解、被认同。所以，千万不要用你认为的真相强加于人，你只需要理解身边的每个人，你就能大获成功了。请大家记住这2句话：人们最想表达的永远不是内容本身，而是渴望被理解的心情；人们最想看到的永远不是真相，而是情感安慰。感谢大家看到最后。如果你看了今天的分享有所收获，请点个赞，给我一个回应吧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